有个口号叫知识改变命运，显然今天它过时了。我的学生中间，农民的儿女超过一半，惯性使他们的父母们还在坚守唯有读书高。他们辛勤工作，辛苦积蓄，供儿女读大学。至于读完大学以后怎么样，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和掌控。这是一个悲壮的连锁，父辈付出越多，后辈越沉重，越急于回报，越发现回报无门。如果知识不再能改变命运，他们只好把未来的期待降到最低。很多人收回视线，只看眼前，让电脑游戏和恋爱统领大学4年。早上睡到7、8点，然后准备去上课。如果迟了的话，继续睡，然后就是逃第1节课，因为可能第2节课会点名，然后我就过去一趟。我们学校完全没有学习氛围，就是玩去。我们学校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你看其他学校就各种跳楼啊什么的，咱们学校肯定没有，因为咱们学校从来都不想学习。上大学就是家人的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不管你是学什么，你大学你要上。刚才你说你们的学费是13000。方便问你家境怎么样？我一般吧。那这13000有没有让你父母觉得有点？反正为我肯定他们都有多少就出多少。数学类的都挂掉了，我大学4年是过得挺混乱的。当然最后我毕业了。尽管我有思想准备，但是90年代以后大学生活的衰败，它的这个斜率往下走的这个斜率，还是远远超过我的这个准备。学生们交纳了不菲的学费，但是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实惠，这就是质量。尽管1997以后，一方面是扩招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的投入，我们的大学越来越有钱了，但是这是金玉其外。当时的规划是到2010年达到15%的这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这个下限，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到2002年就超过15%了。我们的年增长率不是10%、15%，而是30%、40%。这样子的速度显然是很不理性的。看一个人，就看他的谈吐、风度；看一个国家，就看他的大学。我记得有一个台湾人到上海接受大学看了以后，这个台湾人，他说与其说是个大学，不如说是一个大公司，人人都在想钱，人人都在赚钱，就是一切想想看。生活是庸常的，而日常的才最本质。当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而不自觉的时刻，我得提醒他们，这姿势不正常，不管长久以来你多适应它。故事的梗概，我刚才从课文里看到的，就是许三多的。今天的练习是续写许三观卖血记。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而这个妻子与别人生的儿子又打架闯祸，伤者3番5次上门催讨，我让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。我觉得许三观应该带一乐去卖血，反正不是自己亲儿子。我觉得像他说的，那不如让许三观带他老婆去做鸡，这样来钱比卖血还快多了。我觉得许三观只能去跳楼了，他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啊。肢体冲突、自杀、刀砍、枪击都被想到了，似乎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能让他们兴致盎然。平淡的解决方式，温润、和善、柔软的力量，他们显然没兴趣。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，热衷于把痛苦推演到极致？老师要出新书了吧？什么故事啊？知青。真羡慕那个年代。为什么？过去有很多年代，文革年代、知青年代、改革开放年代，不像现在什么年代也不是，我们连个年代都没有。中国